晚上10:07，浴缸亭，高层公寓外墙还挂着一层潮湿的水光，警灯在楼下旋转，把玻璃幕墙映成断断续续的蓝色。林彻站在警戒线外，抬头看了一眼19层，那一层有一扇窗亮着，像一只迟迟不肯闭上的眼。顾川把车门甩上，快步走过来，把外套领子往上提了提。案子挺新鲜。他一边说，一边把手机递过去。死者陈启明，43岁，启恒科技创始人。今晚9点55分被邻居发现死在家里，头部遭钝器重击。法医初步判断，死亡时间是10点前后，误差不超过15分钟。林彻接过手机，扫了一眼。报警人是邻居？对，隔壁住着个退休教师，姓宋。他说10点左右听见屋里传来花瓶砸碎的声音，随后像有什么东西倒地。他敲门没人应，就给物业打电话。物业备用钥匙开门，发现陈启明倒在客厅。备用钥匙？林彻抬眸。智能门锁，物业保有应急权限，但要2个人同时到场操作，记录完整，应该没问题。顾川笑了笑。还有个更有意思的点，陈启明今晚和合伙人赵凯有资金纠纷，赵凯嫌疑很大，但10点整他人在城南的西餐厅，监控拍得清清楚楚。林彻没说话，只把手机还给他，径直往楼里走。顾川在后面跟上，忍不住道：我就喜欢你这种表情，你一沉默，我就知道这案子有的看。电梯上升时，镜面里映出2个人的影子。林彻瘦高，神情一贯冷静，像什么都不能轻易撬动。顾川站在他旁边，衣领半湿，眉眼却总带几分轻浮散漫，像对任何复杂局面都有天然的耐心。19层到了，公寓门外还站着2名警员。进门的瞬间，一股很淡的香氛味迎面扑来，底下却压着没散干净的血腥气。客厅很大，落地窗外是雨夜城市，灯火像被打湿的碎银铺在远处。白色地毯旁，尸体已经抬走，只剩下拍照定位后的白色标记和几处暗红色的血迹。茶几旁边，一只青灰色陶瓷花瓶摔成了几片，锋利的断口边缘沾着血。顾川蹲下身，看了看血点分布，凶器大概率就是他。看血迹喷溅方向，死者被击中后先向后踉跄，再倒在地上，时间应该不长。林彻没答，他绕着客厅慢慢走了一圈，目光在每一处停留的都不久，却像什么都收进去了。沙发、酒柜、餐边台，半开的书房门，通往卧室的走廊，最后是浴室。浴室里灯很亮，亮得有点过分。白色大理石地面没有一滴水，浴缸内壁干燥，连水渍都很少。毛巾折得方正，挂在不锈钢架子上，像酒店样板间。洗手台上摆着电动牙刷、剃须刀和一把黑色梳子。林彻走到洗手台前，视线落在那把梳子上。他戴上手套，将梳子轻轻拿起，梳齿间缠着几根短发，发梢微微发亮。顾川走进来，发现什么了？这是谁最先注意到现场的？宋老师和物业。顾川想了想，然后辖区派出所先到，之后刑警接手。尸体发现时，头发湿不湿？顾川扬了下眉，转头问门口的警员。那警员回忆片刻，点头。有点湿，我们当时以为死者刚洗过澡。可浴室没用过。顾川立刻反应过来，转身看向四周。林彻把梳子放回原位，没再说什么，只淡淡道：先看证人。报警人宋老师60出头，说话条理很清楚。他住在隔壁，一身灰色针织衫，神情还残留着惊惶。我9点50左右还在看电视，声音不大。10点整前后，
我听见那边哐当一声，像瓷器砸在地上，很响。紧接着又是闷闷一声，像有什么重物倒下去。他捏紧了手里的纸杯。陈先生平时脾气急，我以为又在摔东西，可等了一会儿没动静，我心里不踏实，就过去敲门，怎么都没人开。你最近见过谁频繁出入他家？顾川问。那个合伙人赵凯，昨天下午来过一次，还有陈先生的秘书李雪，今晚也来过，大概9点半吧。我在门口倒垃圾，正好碰见他从电梯出来。他待了多久？10分钟，也可能15分钟，我没太注意。你有没有听见争吵？宋老师迟疑一下，点了点头。有，女孩子声音挺急，陈先生也在发火，但后来安静下来了。从宋老师那里出来，顾川低声道：秘书先登场，邻居证词又把死亡时间定在10点。读者，他说到这里一顿，自己笑了。不对，应该说一般人到这里已经会默认时间没问题了。林彻看他一眼，你最近是不是看太多推理小说了？职业训练？顾川一本正经，凡事先想观众怎么被骗。李雪是在11点多赶来的，28岁，穿着米色风衣，脸色白得发青。她一坐下，手就一直在发抖。我9点35分到的。她努力让自己声音平稳。陈总让我送一份补充协议。我进去后，他正在跟人打电话，情绪很差。挂了电话以后，他问我赵凯是不是联系过我，我说没有。他忽然怀疑我站队赵凯，说公司出了问题，都是因为有人泄密。你们吵起来了？顾川问。李雪咬了咬唇，算是吧。他把桌上的花瓶都掀翻了，但没砸到我。后来他让我滚，我9点40多就走了。那只摔碎的花瓶是你碰过的？他点头。我捡过一下，想扶起来，结果他又扔回去了。你离开的时候，死者还活着？当然活着。他猛地抬头，眼眶发红。我只是辞职，我没杀人。顾川看着他，你为什么辞职？这一次，他沉默了几秒才开口。陈总让我做假账，我不肯。林彻坐在一旁，一直没有插话，直到这时才忽然问：你离开时，陈启明是什么状态？很生气，脸有点红，像喝了酒。头发呢？李雪愣了愣。头发？湿的还是干的？干的。他几乎是下意识答出来。当然是干的。他今晚穿着衬衫西裤，一直在客厅，没洗澡。顾川缓缓看了林彻一眼，第一块石头落下了。赵凯是在餐厅被带回来的。他39岁，身材匀称，穿深色西装，脸上有种长期在人前维持得体的疲惫感。即使被带到案发现场，袖口也依旧整理得整整齐齐。我已经说过很多遍了。他坐在沙发边，语调克制。10点整，我在莱茵河餐厅。你们有监控，有服务员，有消费记录。我9点58分进店，10点03分点单。这段时间，我不可能在这里杀人。但你9点之前来过这里。顾川翻开记录，小区门禁显示你8点57分进入，9点39分离开。你们谈了什么？赵凯看了一眼地上的血迹，眼底掠过极轻的一丝复杂。他要把公司核心专利低价卖给外资，顺便把债务转给我。我不同意，我们吵了一架。动手了吗？没有。陈启明死了，你似乎不意外。赵凯冷笑一声，生意场上天天有人盼着别人死，不代表真的会下手。顾川正想继续逼问，林彻忽然开口：
你离开时，他头发是干的还是湿的？赵凯显然没想到会问这个，皱了皱眉。干的吧，我没注意。你们喝了什么？威士忌，他一个人喝的更多。浴室呢？有人进去过吗？没有。林彻点点头，不再问了。赵凯看着他，像有些不安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没什么意思。林彻语气平静，只是确认一些比时间更重要的东西。凌晨1点，法医的初步报告送到。顾川拿着那几页纸在客厅里转了2圈。死因明确，头部受到重击，伤口与花瓶碎片吻合。体表尸斑和体温综合判断，死亡时间在9点50分到10点10分之间，标准的像教科书。教科书最怕例外。林彻站在落地窗前，手里捏着一张现场照片。顾川凑过去看，那是尸体被抬走前拍下的近照。陈启明侧倒在地，鬓角处沾着血，头发贴着额角，有细微潮意。你还是在想头发？还有浴室，但浴室确实太干净了。顾川皱眉，要是有人把尸体放进热水再捞出来，哪怕擦得再仔细，也不该一点痕迹都没有。林彻转头看他，你知道真正过于干净的地方最像什么吗？顾川怔了怔，像被刻意清理过的地方。林彻把照片递给他，正常洗过澡的浴室不会这么干，地面会留细小水痕，镜面会有雾气残留，毛巾边缘也会有展开过的褶皱。这里什么都没有，说明不是没用过，而是用过以后被恢复了原状。顾川低头看着照片，缓缓呼出一口气。所以法医时间错了。不是法医错了，林彻纠正他，是有人故意把尸体温度变成了会让法医得出这个结论的样子。热水，热水。2个人几乎同时说出这2个字。顾川抬起头，眼睛亮了。也就是说，真正的作案时间应该更早。赵凯9点39分离开，完全来得及先杀人再处理尸体，然后去餐厅制造不在场证明。还差最后一环，林彻说，证据。证据在凌晨2点找到，不是在浴室，而是在洗衣房里。那是一只烘干机，里面塞着2条刚洗过不久的浴巾。技术人员从纤维里提取到极淡的血迹反应，同时在浴缸排水口滤网上发现了几根极短的人发，长度、颜色都与死者一致。更关键的是，浴缸下水道里检测出被大量热水短时间冲刷的痕迹，内壁温差异常。顾川把结果单拍在桌上，齐了。林彻却没有立刻说话，他拿起其中一张照片，视线落在一处极不起眼的地方。花瓶碎片的底座边缘有一道新鲜摩擦痕，不像砸在地上形成，倒像是被人用手重新挪动过。顾川，邻居听见的那声花瓶碎裂，大概率不是第一次。顾川一顿，随即明白过来。秘书说他9点半来送协议时，陈启明已经摔过一次花瓶，也就是说10点那声哐当很可能是凶手故意重新摔的，为的是把死亡时间定死在10点附近。对，林彻把照片放下，邻居听见的不是行凶的声音，是修正时间的声音。顾川笑了，这就漂亮了，3重误导。邻居证词、法医时间、干燥浴室，难怪现场看起来滴水不漏。第2天上午，警方把赵凯再次带到公寓。窗外天已放晴，昨夜的雨像从没下过，阳光铺在客厅的大理石地面上，照的那几片花瓶碎片愈发冷硬。赵凯依旧很镇定。我律师马上就到。来得及。
顾川拉开椅子坐下，在那之前，你先听听林彻怎么讲。林彻站在客厅中央，目光扫过在场所有人，声音并不高，却让整个房间一点点安静下来。陈启明不是10点死的。赵凯的睫毛极轻地抖了一下。林彻继续说道：你们之所以会相信10点，是因为有3个几乎无懈可击的依据。第一，邻居宋老师在10点左右听见花瓶摔碎和重物倒地。第二，法医根据尸体温度判断，死亡时间就在10点前后。第三，浴室完全干燥，看起来没有被使用过。但这3点恰恰都是设计过的。顾川接过话头，先说邻居听见的声音，那不是行凶时发出的声音，而是凶手离开前故意制造的。秘书李雪9点半左右来过，陈启明那时已经摔过花瓶，说明客厅里本来就有瓷器冲突。凶手只需要在更晚的时候再补一次，让邻居自然把这声巨响和死亡时间联系起来。赵凯冷冷道：这只是推测。当然不是。林彻道：真正关键的是第2点，尸体温度。法医没有错，错的是你让尸体表现出的状态。你在更早的时候杀死陈启明，然后把尸体放进浴缸热水里，短时间加热，干扰了法医对死亡时间的判断。这样一来，真实死亡时间就被推迟到了10点附近，而那时你已经坐在餐厅里了。赵凯脸色终于变了。荒唐，浴室根本没用过。这就是第3层误导。林彻看向他，浴室不是没用过，而是被你清理过。你擦干了地面，换洗并烘干了浴巾，整理好毛巾架，甚至把一切恢复到像没人碰过的样子。死者的头发还是湿的。他停顿了一瞬，声音更轻，却更锋利。李雪9点40离开时，陈其明头发是干的。赵凯你自己也没说他洗过澡，可尸体被发现时，头发却是湿的，而浴室又没有正常使用后的痕迹。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尸体曾经被浸入水中，而后被搬回客厅。顾川把证据袋放到桌上，里面是从烘干机浴巾上提取出的检测样本和浴缸排水口的头发。浴巾纤维里有血迹反应，浴缸排水口有死者头发，下水道也有短时间大量热水冲刷痕迹。你处理的已经很细了，但还不够细。赵凯盯着证据袋，嘴角绷得像一条线。林彻看着他，真正的时间线是这样的：你8点57分进入公寓，与陈其敏争吵，大约9点10分到9点20分之间，你用花瓶击打他头部致死。之后，你将尸体拖进浴室，放入热水中浸泡，抬高尸体温度。等到接近9点40，你将尸体取出，擦干浴室，处理浴巾，恢复现场。离开前，为了进一步固定10点死亡这一印象，你又重新摔碎花瓶，制造出邻居听见的那一声。随后，你去餐厅，在10点整准时出现在监控里。房间里很静，静得只剩下空调微弱的风声。赵凯终于开口，声音却哑了。他逼我签字，把所有烂账都推给我。那些专利一卖，公司只剩一个空壳，最后坐牢的是我，不是他。所以你杀了他，林彻说。我本来只是想逼他停手。赵凯盯着地板，那几片花瓶碎片映在他眼底，像碎开的冰。是他先动手，拿花瓶砸我，我抢过来，砸了一下，就一下。他倒下去的时候，我就知道我完了。顾川看着他，没有说话。我不想坐牢。赵凯闭了闭眼。我想到了体温，尸体温度能判断时间，那如果时间错了呢？
只要我10点在餐厅，谁都拿我没办法。我甚至还以为自己成功了。你差1点就成功了，顾川低声说。赵凯苦笑了一下，是因为头发？是因为你太相信可以控制一切。林彻淡淡道，但真实发生过的事，总会留下比你想象中更多的痕迹。警员上前给赵凯戴上手铐，金属扣合的声音很轻，却像把整间屋子的空气都锁紧了。赵凯被带走时没有再挣扎，也没有回头。阳光从窗外照进来，照在那道已经干涸的血迹上。昨夜所有人为制造出来的时间，此刻都像褪色的伪装，露出了底下真正的顺序。下楼时，顾川把手插进外套口袋，长长的吐了口气。这案子挺狠，他说，不是诡计多复杂，而是每一步都卡在人最容易相信的地方。邻居听见了，法医确认了，浴室还干干净净。普通人到这一步根本不会再怀疑事件。林彻按下电梯按钮，所以才有效。你一开始到底怎么想到热水的？不是想到。林彻看着缓缓下降的数字，是排除了所有正常解释之后，只剩下这个不正常解释。顾川笑了，这句话你说出来，像在骂全世界的人都不正常。电梯门打开，二人走进去，镜面里映出顾川吊儿郎当的笑，也映出林彻依旧冷淡的神情。片刻后，顾川忽然偏过头，不过我得承认，你盯着一把梳子不说话的时候，确实挺像个怪物。谢谢。这是夸奖？听不出来。顾川笑出了声。电梯向下坠去，楼层数字一层层减少，像这桩案子里被纠正回来的时间。到了底层，门一开，外面是清晨刚亮起的天色，街道还带着雨后湿润的凉意。顾川迈出去2步，忽然回头。下一次别总一个人先想明白，至少给我一点参与感。林彻从他身边走过，只丢下一句：你找到烘干机了，参与感已经很足。顾川一愣，随即追上去：喂，这算表扬吗？林彻没有回头，但嘴角似乎极轻地动了一下。远处城市已经开始醒来，新的窗户亮起，新的门被推开，新的秘密还藏在人群之后，等待某个细小而真实的破绽，把它们一一暴露在光里。